长寿师兄，有秦玄雅见状，在旁边轻声问：今日可是放下了一件心事？李长寿轻轻颔首，瞧了眼前面这3位门内长辈，对有秦玄雅做了一个传声说话的手势。也不知道上次的誓言后续效果如何，李长寿决定趁这个机会与有秦玄雅交谈几句，巩固一下疗效。李长寿随便找了一个话题：师妹修行时可有什么修行之疑难？这本是一句随意的开场白，但是有秦玄雅却是淡定的点点头，直接问道：师兄，无为经中有一句，为利因导，为事不争则进，为祸不明则明，是否可以理解为……如此如此，这般。李长寿当真是想给自己2个耳光，自己客套什么，乱说什么。跟有秦玄雅说话必须直来直去，不能拐弯抹角，不然这妹子说什么都是信的。结果就是他闲着没事给自己找了个活干，在路上与有秦玄雅开始谈经论道，印证道法。怎么突然感觉这种情形如果放在上辈子，那就应该是震惊，平平无奇宅男大学生与校花深夜开房却复习功课。充满了正经的能量。掌门姬无忧估算了一下脚程，大概13日之后就能抵达渡仙门。这一路，江灵儿和忘情上人用仙力不断地给树灵疗伤。估计回到渡仙门之前，这树灵已经不用去找什么宝地疗伤了，必然能够再次活蹦乱跳。江灵儿还特意地叮嘱了李长寿一句，让他不要对齐元老道言说此事。待亲后，树灵寿元耗尽，晚江雨的真灵再入人道，重启仙人路，再对齐元提此事，其实也不迟。但是齐元和晚江雨今后之事究竟如何，这却也是谁都说不准的。这一路，李长寿也是真的没闲着。他为有秦玄雅解释了几个问题之后，有秦玄雅就拿出了自己的错题本，拿出了自己积累了多年，他师父江金山已经无法解释明白的问题，不断地问询李长寿。李长寿渐渐也觉得这般倒也不错啊，多一个讲道论道，互相讨论修行之事还颇为养眼的道友，比多一个整天胡思乱想搞事情的道侣要强上许多。而且有秦师妹的资质不错，在修道之上也懂何为变通，稍加培养，今后又是一位出色的法宝人教精英。横渡虚空的第6日，李长寿正为有秦玄雅讲道，心底突然泛起了少许波澜，神念被略微扰动，又听到了那一声教主哥哥。今日这二教主怎么如此春光浪荡？从这声呼喊中的尾颤音，李长寿就听出了敖乙心境有着一丝丝的不稳。有秦师妹，稍后再讲吧。李长寿看着有秦玄雅传声道：我有些体悟，先自行体会。有秦玄雅忙道：师兄请便，是我一直在打扰师兄修行。这不碍事，若只是修行之事，我也乐于与你相互印证。言罢，李长寿闭上双眼，双手抱圆手一，一副修行的模样，其实大半心神回归本体，又借神像勾连神念，与敖乙远程连线。神像构筑的梦境之中，见李长寿的身形自神像脚下凝成，敖乙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教主哥哥，喜事，大喜事！哦，李长寿笑道：你和弟妹的动作这般迅速，我这就要当伯父了。敖乙那张少年面容顿时涨红，忙道：不是这事，如今龙族局势不稳，我也不敢有这般念想。教主哥哥，这次可是天大的好事。哪般好事啊，能让你这般欢喜？西海龙宫。一听到西海二字，李长寿的心底已经有了一些不妙的预感。他是知道的，西海现在已经被西方教渗透了一小半，基本上也就西海龙王还可以相信，但凡那边传出什么消息，基本都可以看作
背后是西方教在谋划布置。但是这次听敖乙解释几句，李长寿也是有些迷惑，让敖乙这般欢喜的消息竟然是西海龙宫决定革新旧制，效仿东海龙宫二太子敖乙的成功拜师经验，派出36名龙族子弟去尝试能否加入圣人道成门下。李长寿揉了揉眉头，这事儿他一时也有些看不懂。如果是西方教所为，他们图个什么呢？用这招在道门安插眼线，这岂非多余之举？什么事儿能瞒得过圣人之眼？问题只在于圣人老爷想不想去推算，以及是否有其他圣人老爷干扰。李长寿道：此事你详细说来。敖乙郑重地点点头，将此事的前因后果详细地解释了一遍。这个提议是西海龙王的亲弟提出来的。西海龙王召集龙宫众大臣以及其他3海龙王派来的龟丞相，详细商议了7天。这7天当中，西海龙宫的会议打了48次，骂架了上百次，充分体现了远古贵族好勇善斗的精神面貌。按照敖乙的话来说，龙族一到真正的大事上，议事经常是这般情形。没办法，这是龙族的传统异能嘛。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以半数对半数陷入僵局。西海龙王于是搞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将原本计划的100名龙子龙女缩减为36名龙子龙女，其中西海龙宫龙王太子2名，龙王公主3名，子侄13名，其余18名为龙族俊才。听完敖乙这般讲述，李长寿也露出了几分微笑。这是什么算计啊？或者是某场大算计中的一环？李长寿暂时是无法看透，但是警惕性已经完全拉满。李长寿笑问：这次龙子龙女要去拜师的目的地都有哪些？中神州的3教仙宗，这也是那么多族人反对的主要原因。族人心里的傲气，敖乙也都明白，但想要拜入金鳌岛这般道场，本就十分麻烦，所以这次西海龙宫要送龙子龙女拜师之地，就是当日3教源流大会上出现的道门仙宗。教主哥哥，渡仙门的开山大典应该还有20-30年，有2位堂妹应该会去渡仙门试试，看能否拜入人教门下。李长寿闻言禁不住挑了挑眉，龙族搜集情报的功夫也不弱嘛，开山大典都帮渡仙门给算好了，此时该直接拒绝，还是该顺其自然，不多干涉？义兄，渡仙门在人教仙宗之中排行末位，若要拜师，还是去逍遥仙宗这些大宗比较合适。都派去了。敖乙笑道：这次半数龙子龙女都是选择的人教道场。教主哥哥，因咱们海神教之缘故，如今龙族对人教颇多好感。哦，明白了。李长寿听闻此言，心底恍然明白了什么。西方教莫不是还想用离间计，这次改成了用龙子龙女在人教道城内搞事，从而触怒人族。哼，这招倒也勉强称得上是高明。只可惜啊，如果真的是这般算计，注定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人教的主体现如今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2位，那就是太清圣人老子与玄都大法师。李长寿呢，在努力地成为第3位，但是八字只是刚有一撇，想要让人教厌恶龙族，除非是去兜率宫捣乱，而且西方教恐怕还没完全搞明白人教的立场。人教是站在天庭背后，而非龙龙们的身后。敖乙见李长寿皱眉，顿时有些忐忑。啊，教主哥哥可是对此有些不喜？并未。李长寿笑道：龙族能想明白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敖乙闻言顿时露出了几分由心的笑容，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当年的年少轻狂，想着将龙族打醒，千方百计的折腾，如今的逐渐稳重，
着眼于天地格局，为龙族找寻真正的出路。这大概就是少年龙与青年龙的区别了。敖乙又问：教主哥哥，此事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？李长寿沉吟几声，言道：其他三教仙门我不知晓，人教道城之内风气有一些比较浪漫。虽然人教推崇随性而为，但是道理知识上都比较保守。龙族这方面相对来说开明许多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选一些安分些的龙子龙女送来人教道城，免得引起什么不快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我的少许建议。敖乙闻言顿时陷入了沉思，很快就重重点头，正色道：教主哥哥放心，我这就去提醒他们。随之敖乙做了一个道揖，匆匆断了神念交流。李长寿见状也是禁不住眨眨眼，莫不是此前要送来渡仙门中的2名龙女真有那种贩卖红绳的存在？哼，如此倒也算是有点小刺激啊。经敖乙这般一提醒，李长寿也是想起了开山大典之事。渡仙门200年一期的开山大典，也就在这20-30年之后了。大概就是门内本期弟子的天劫热过去，该留下的留下，该离山的离山，渡仙门就会准备招纳新弟子入山修行。要是晚将与师伯轮回的日子凑些紧，刚好能在开山大典再次归来。李长寿的心底略微盘算了一下此事，就付之一笑，并未多想。这事儿就让小师祖自己安排吧。横渡虚空的第12日，5步舟遥遥在望，掌门季无忧突然扭头问道：对了，忘情、长寿，我有一门神通是师父所传授，要不要一同琢磨琢磨？如果是需要咳血几百年的那种，那就请务必算了吧。师伯祖，掌门怎么样了？渡仙门渡仙殿前，刚刚回返渡仙门半个时辰的李长寿、江灵儿与有清玄雅见忘情上人与几位长老自内殿走来，连忙迎了上去。李长寿关切地问了一句，忘情上人不由苦笑几声，道：掌门已闭关养伤了，此前只是被自己震伤了元神，休养100年就可痊愈。几人齐齐松了一口气，拦不住啊，这个是真的拦不住啊。事发时就是在天外回来的路上。李长寿听掌门季无忧说起那神通乃是修行窍中先天气，就感觉有些不妙，便立刻对忘情上人传声，言说掌门此前就是被这般神通伤了自身，稳妥起见，自然还是要让忘情上人去劝说掌门放弃这一门不靠谱的神通。然而呢，李长寿这边刚对忘情上人传声说完，掌门已经是道了一句：贫道先来给你们露一手。然后便是猛吸一口气，鼻孔前汇聚了一缕缕白烟，面庞顿时就变成了亮紫色。前方虚空竟然被震起了些许涟漪，但是一口鲜血随之就从掌门的口中喷了出来，吓得四人面色大变，赶紧起身冲上前去，然后就这样了。虽然掌门不断地说着没事没事，小问题小问题，但是那个鲜血已经染红了青山，几个人看的是触目惊心，紧张不已。后面的路都是由忘情上人驾云，江灵儿帮掌门稳定伤势。还好李长寿当时就在掌门的身旁，这一具指导人体内残留着的仙力还有不少。李长寿搀扶掌门时，趁着忘情上人江灵儿不察，为掌门渡入了自身仙力，帮掌门稳住了气息与元神。回了渡仙门之后，忘情上人又惊动了几位长老，折腾了半个时辰，才确定掌门并无大碍。一位太上长老低声道：掌门受伤之事还是不要对外言说，免得引起门人弟子们不必要的慌乱。几个人答应的答应，领命的领命。因掌门已是在闭关疗伤，也不便看望，
他们便各自回了各自风头。小灵树此时已经差不多伤势痊愈了，只是因为真灵受损，还在江灵儿掌心昏昏欲睡，估计还要休养一段时日。返回五步洲的这一路上，有清玄雅听李长寿讲道，受益良多，感悟丛生，此时也对李长寿暂时告别，回自己和师父的洞府中静心体悟修行，可以说十分的上进。老规矩，李长寿驾云飞在不高不低的高度赶回了小琼峰。一想到掌门练神通的情形，李长寿的心底也是一阵哭笑不得。渡恶真人的窍中二气妙法这么难修行吗？根据李长寿观察，似乎就是炼化一口先天之气，随后用类似于波的方式释放出来。那哼或者是哈，只是先天气息涌出时自然而然发出的声响。如果这神通练成了，其实可以替换成啊或者是哇。不过斗法之前先惨叫或者是惊叹，这画风委实是太过诡异了，还不如哼哈哼哈几声，然后大伙儿聚在火堆旁边翩翩起舞，唱一首是谁把你送到我嘴边。开玩笑。李长寿回小琼峰时，按惯例用仙识看了眼自家小师妹在做什么，并根据小师妹的行为选择不同的奖励套餐。这一次灵娥倒是没有让李长寿失望，他正在后山一处水潭旁跟小师叔熊灵力一起笑闹着扑蝴蝶。李长寿站在单房前用仙识看了一阵，灵娥笑得云鬓散乱，小师叔又有些凌乱了衣衫，熊灵力像是一个几百斤的孩子，甩动着一只10丈见方的巨网，在后面开心地追逐着前面的两个人。算了，这次先不罚你。李长寿摇摇头，这具指道人回到了丹房中，静心琢磨应对金仙劫之法。看过上次的集体渡劫，灵娥对于修行的态度也有所转变，修道的时间增加了许多，每次与99熊灵力玩耍也都会控制在2个时辰之内。